大家好，我是小杨，今天给您带来一道老北京的开胃小吃——糖雪球。糖雪球又叫糖炒山楂、糖球果，虽然是零食，却有生津止渴、开胃消食的功效。入口即化的糖衣包裹着绵软的山楂，酸甜可口又不粘牙，可谓老少皆宜。糖雪球的做法并不难，但很多人却做不好，原因可能是您忽略了其中的一些细节和技巧。今天我就将制作糖雪球的方法、技巧和配比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您，希望大家都能做出好吃的糖雪球。制作糖雪球的主材最好选用这种大颗的山楂，因为这种山楂酸度小，果肉绵软，做出来的糖雪球口感更好。山楂在清洗的时候加入适量盐和面粉，能洗得更干净。剪掉山楂果柄，并将底部味道苦涩的花去掉。在家做图的就是个干净放心，去掉花后还能更容易地分辨出内部是否存有虫害，避免让小虫子影响到我们的食欲。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，处理后的山楂一定要控干水分，晾至完全干透才行，否则会严重影响挂霜效果。等山楂完全干透，就可以开始正式制作了。做糖雪球对糖的种类并没有严格的要求，绵白糖、白砂糖、冰糖都可以使用，口感味道也并没有太大差别。需要注意的主要是山楂、糖和水的比例。以300克山楂为例，需要白砂糖150克，水150克，也就是说山楂、糖、水的比例是2:1:1。将糖和水放入锅中，开中小火不断搅拌，至糖全部融化。大约2分钟后，糖液开始冒出气泡，这是要不断搅拌，防止粘锅底。大约4分钟后，气泡会冒出的更多，但糖液依旧和水差不多，质地很稀。大约6分钟后，大气泡会越来越多，糖液也逐渐粘稠。大约7分钟后，气泡变得非常紧密，糖液也更加粘稠。加入几滴白醋，搅拌均匀后马上关火。加入白醋的目的是让糖能更快速、更稳定的凝固。让糖液冷却降温几分钟，期间不要搅动。经过冷却后的糖液颜色透明且没有什么气泡，如果颜色变成白色的，说明糖液熬过火了，吃起来口感会发硬，失去入口即化的口感。将手放在糖液上方，感受一下温度，等没有什么热量了，再放入山楂。如果糖液温度过高，放入山楂会导致山楂出水，不仅影响反砂效果，还会导致挂不上糖。山楂入锅后就要开始不断翻拌，开始的时候会很轻松，慢慢的糖液开始变得粘稠起来。继续翻拌，糖液就会变白，出现反砂。再继续翻拌，会感觉到阻力明显越来越大，这说明反砂正在最巅峰的时刻，不要停，继续翻拌。随着翻拌，温度也在不断下降，糖霜会变得越来越白，直至全部凝固，颗颗分明，就可以出锅了。糖雪球完成。做好的糖雪球如果吃不完，可以用密封盒常温保存，不建议放在冰箱冷藏，因为放在冰箱中，糖雪球更容易达到露点温度，反而会加速糖的融化。记得小时候，就是10月下旬这个季节，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常有卖糖雪球的3轮车从身边经过，吆喝声也不绝于耳。我总是驻足眺望，直至一个个裹满糖霜的山楂果子在视线中变得越来越小，然后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，咽下不争气的口水，脑海中却挥之不去那雪白晶莹的身影。我常会在饭后奖励小宝几颗糖雪球，他一边吃，我一边给他讲我小时候没出息的样子。一只小手将一颗最大的糖雪球塞在我的嘴里，甜里带着酸，酸里透着甜，细细品尝，这就是童年魂牵梦系的味道。这酸酸甜甜的味道中，分明满是幸福，不仅溢满口腔，还有整个心房。我是小杨，就爱你们好好吃饭的样子。下个视频咱们不见不散。